第二步同样保持低位移动，只是不一样的是，第一步是反身位置移动，反身位置外侧前进，然后第二步男生就变成正身位置前进，只是你们的身体的左边不可以向后转太多，因为毕竟你们还要把女生往前去送，所以左边的身体还是要提起来的。你们只需要把你们的架形从反身的这个位置向回转回45度就行，但是你们的身体始终还是保持左前右后，不要完全转回到正面。那比如我从这个面给你们看，这是第一步反身位置外侧前进的身体位置 OK。 到第二步的时候，大家看我只是往回转了45度，身体还是斜的，但是很多男生就会转成完全正面，因为老师说是正身位嘛，所以完全转回正面，那这个时候你们会把女生拽到你们正前面来，所以我们不可以完全转回正面，只是转45度回来，给女生左边的身体还是提住，给女生还可以保持在她的空间位置，不要把她们拉到正前面来，好吗？所以男生的第二步你们要注意这一点了，你们必须要，男生第二步你们要必须注意这个转的角度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到第三步的时候，首先大家要想的第二步的结尾要开始升的这个时候进入第三步，你们要注意这个第二步衔接到第三步这个点非常重要，因为进入第三步的时候你们会有一点点倾斜了，但是你们很多同学这个时候就会做成右边往上起，很多男生这个时候会做成右边往上起，就错了。我们第二步的结尾进入第三步的时候，我们要升的是下盘，预备开始升，是我们的臀围线开始向前摆荡，但是我的男生的右边的肩必须还得继续向下压，男生左右的肩还得继续压，只是我的臀围线摆荡起来，千万不要去做你们表面看到的一个身体的形态，这个时候你们会破坏女生的形态，会导到你们的前面来，好吧？所以男生就注意，你们第二步衔接第三步的时候，这个开始升是升下盘，是摆荡下盘，摆荡你们的臀围线，但是肩始终要压住。然后第三步向旁打开了，打开这个时候不要起肩哈，想把你们左边的身体关住，就是要把右边的肩压下去，你们的左边身体就可以关住。然后注意下一点来了，很多男生从第三步进入第四步的时候，给到女生的第四步的那一只脚到底是向前还是向后是不明确的。我在线下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不管是分式左转还是 follow slip pivot， 就是对于男生来说好像步伐是差不多，但是对于我们女生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女生的分式左转1、2、3，第四步右脚是向前的，而 follow away 女生的1、2、3这一步是向后退的。那男生这个时候给予的分式左转给予女生的下一步是向前还是向后的信号是非常重要的，如何给予听清楚了。男生分式左转的第三步进入第四步，也就是我们的男生到右脚全重心的这个时候的信号，看清楚了。我们是升在高位，而 follow away 让女生后退是在低位，分式左转是在高位，所以第一升降不一样。2，分式左转你想让女生前进，那你就必须在高位更多的收腹，就是你们的中段往里收的越多，女生就进入的
你们吸收越多，女生就会进入越多。而 follow away 的时候，不是说不收腹，因为 follow away 是在低位，就不用继续收腹，只是保持住提拉就行了。然后 follow away 你们让女生后退，就是左边的背要给予更多一点，女生的腿就会在低位的时候后退了。而分式左转，男生是在高位继续吸收，把女生的腿吸到前进的位置。我经常会看到很多时候女生不清楚自己的那个分式左转的那个右脚到底是要向前还是向后，因为男生给予的信号不够明确。最后这个给予女生前进的这个信号，一个是升，一个是收。然后男生到第4步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几个问题。到第4步左脚后退的时候，男生的脚下，首先听清楚了，我从正面给大家看。我们第4步是非常强的反身动作位置，大家能理解是什么意思吗？反身动作，两个人做示范更清楚。是的，但是我在北京，我没在重庆，谢谢。我现在没在重庆哈，回重庆后给大家做双人的示范。我现在就给大家先去讲解技术，好吗 ？OK， 大家能理解反身动作和反身动作位置的区别吗？反身动作和反身动作位置的区别。反身动作是指的我们身体和脚下的配合的动作，也就是比如我的右腿要前进，那同时就是左边的身体要前进。这个是反身动作，也就是上身和下盘的配合的动作，是相反一侧同时前进或者同时后退，这个是反身动作。而反身动作位置是脚下的位置。谢谢大家。因为我想保证我就算单人的时候，我想也保证给大家去讲技术，所以大家就先听一下技术好吗？等会我会讲节奏还有升降的哈，一步步来，按照我的步骤来，谢谢。然后反身动作位置是我们脚下的位置，大家要记住，只要有反身动作的时候，大家就一定要完成我们脚下正确的位置，就是两只脚一定是要在一条线上面，结束的位置一定是在一条线，不可以是交叉线，也不可以是平行线。反身动作的位置就是我们两只脚在地板上面形成一条线的位置。所以分式左转的最后这个一步，男生的左脚后退的时候，不要交叉，也不要打开，我们男生的左脚要往右脚后面后退，这才能做成非常清晰的反身动作位置，并且形成非常漂亮的反身动作，能理解吗？我说的绕口吗？因为反身动作和反身动作位置它是两个概念，但是是相通的，也必须同时存在的。能理解我刚刚说的这个意思吗？对，因为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个位置？因为很多男生在分式左转最后这一步的时候，左脚是这样岔开的。很多男生最后一步，你们的左脚没有经过自己的右脚，然后往右脚后面后退，这个动作做错，你们给到女生的反身位置是非常不清晰的。OK， 然后脚下的角度看清楚了哈，我从这个面给大家看 1 and 2， 大家看最后的这一步左脚的角度，你们要做的是反身动作去把你们的左脚后退，而不是向旁交叉。可以看到区别吗？我从侧面给你们看。所以相当于男生你们第3步你们的脚尖的方向就已经开始改变了。就比如男生第3步我们右脚向旁打开之后 OK， 你们继续把左脚后退的时候，同时我们的右脚还要再向内转一点点。如果你们的右脚向旁打开之后，你们的右脚不改变方向了，直接把左脚继续移动，这样就会变成向旁交叉的位置。
向旁交叉的位置就相当于你脚下移动的方向和你脚尖指向的方向是不一致的，这是交叉的位置。而我们的最后一步，男生你们应该是左脚后退的位置，所以应该在到右脚重心的时候，右脚脚掌就应该转一点，然后左脚后退的时候，大家看我的脚尖，从正面看，我的脚尖的方向是对向你们的，我不是这样交叉的。OK， 我从正面再给大家看一下哈。第3步，右脚向旁，右脚向旁，你们不能右脚直接这个脚尖的方向把左脚直接向旁交叉，这就是错的。因为我们第4步左脚应该是后退，所以你们看我的左脚后退的时候，我的右脚的脚尖后面这个脚尖是不是转换了一下？这样你们才可以做到是反身位置后退的位置，看到了吗？脚的时候你们绝对不可以转身体，所以你们要很刻意转。右脚的时候，你们的右边的肩还得继续压住，才能保持左边身体是关注的。我从上节课 PP 位就已经要求大家，晚了，没事，等会儿，好吧，我空了之后会制作视频发给你们的哈，没关系。OK， 所以我从上节课的 PP 位就已经要求大家了，包括今天我前面说的侧行位、侧行并合步出来，所有左侧身体，男生所有左侧身体要关的这一类型的动作，大家都尝试去压你们后面的右边的肩，压你们后面的肩，左侧身体就能关得非常的轻松。如果你们的右边的后面这个肩不关，只是想着关左边，你们就会关得很难受，而且有的时候你们只是在关手，你们的身体并没有过来，所以去压后肩，左边的身体自然就关进来了，好吗？然后最后这一下还原重心的时候，最后提醒一下男生啊，这个第4步后退完了之后，最后重心应该落在左脚，现在就变成男生后退了，对吧？我们后面我准备给大家继续讲翻滚转，我就下一节课星期3的时候给大家讲翻滚转，但是我要先衔接到前面这个分式左转结束，因为后面翻滚转男生是要先后退，那你们就要注意分式左转结束的时候，你们落跟的时候，就是刚刚女生落跟要注意的事项，你们不能先落跟再收脚哈，男生这个时候就要产生你们是要收前脚和落后面脚跟是同时进行的，好吗？这就是男生最后这个地方要注意的事项。OK， 来着女生从后退结束的这个位置，侧行并合步后退结束的这个位置，我刚刚讲女生侧行并合步出来最后一步，我是不是已经给大家提醒了？落跟的时候，女生的右边胯是不可以只是往下降的，女生从前面一个步伐的结尾就已经要去走你们右边的胯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就是因为我有一次在线下给成人讲课的时候，基本上每一对成人在做侧行并合步这个结尾衔接到分式左转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男生都是被女生堵住的，比如这是我的男伴，我们侧行并合步是贴着右边身体对着右边身体的，然后确实在分式左转的时候，前面2步我刚刚有讲，同学们我不连线哈，不 PK， 谢谢。我确实有讲这个内外圈，女生第1步和第2步是外圈，应该是大步的，但是如何大步，男生也知道女生是在外圈应该大步，应该让开，应该给男生空间，但是很多时候很多女生把这个地方的理解成分式左转第1步要迈大步，你这样去迈你的左脚，迈的再大都没用，因为你堵住男生的是你们的右边的身体。所以我有一次线下给大家讲课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让大家去解决了右边身体移动的时候，男生的进入就是非常容易的，男生的前进
就是件非常容易的方式了。所以女生，你们相当于从前面侧行并合步最后一步出来落跟的时候，你们右边的胯就已经要开始向后去引导男生前进下一步了，能理解吗？这一点非常重要。女生的右边的胯，我从这个面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楚哈，女生的右边胯从高位出来之后，不要落跟的时候堵着前面，而是往后方继续引导，往后方继续引导，男生就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男生就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那同时你们不要只是用右边胯引导，第一步不后退，就是那也是错的。所以我的右胯向后引导和我左脚后退的这个时间是同时进行的，可以看到吗？女生的这个分式左转第一步左脚后退和你右胯向后引导的这个动作是同时进行的，你们只要可以去做到这一个小小的邀请，你们会发现你们跟你们的舞伴在一起跳的时候，你们跟你们男伴在一起跳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轻松给到男生非常好的一个邀请的动作，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女生千万不要顺着，因为从侧行并合步我们是从高位下来到分式左转低位移动，对不对？那很多女生这个时候容易下来的时候脑袋是在后面的，是在你们臀部后面的，这样是错的。你们要想着你们的头是跟着你们的左边的身体这一面，是下盘引导男生，头还是保持在左边，千万不要用头往后引导，你们头引导过多之后就会造成你的胯在前面顶住男生，男生就走不动了。所以女生引导的先后顺序一定要注意，下盘引导，我们头位是跟随的。然后进入第二步的时候，我从这个面，第一步完了之后，进入第二步，我们是到正身位，但是刚刚我讲男生的时候就已经说了，这个正身位不是完完全全的正面的正身位，这个正身位还是会有一点点左前右后。换句话来说，分式左转这个转度的方向是左转系列的动作，是左转系列的动作。那我之前给大家讲所有左转系列动作都给大家强调了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左转系列永远要保持左侧身体靠前，男生女生都一样啊。所有左转系列的正身位的动作，我们都是要保持左侧身体靠前，是不可以在正面的，不可以是在平面的，好吗？所以我们女生第一步完了之后，到第二步的时候，正身位不要还原成正面，一定还是继续保持在左前右后的身体，但是你们的头要引导，你们不能说我的左侧身体在前面，所以我的头也在这里待着，那你们就堵住男生了。所以我们的身体保持左前，但是我的左脚推动，脚跟的推动和我头位的引导还是要继续的，你们只是注意一下身体不要完全跑到正面，那样的角度是对于左转系列的动作是有问题的，好吧 OK。 然后进入第三步的时候，我从这个面，对于女生来说非常重要。进入第三步的时候，首先女生哈，你们的第三步左脚的脚尖要打开，你们的第三步左脚是不可以这样向旁关注的，一定落脚的时候脚尖是要打开的，因为第四步你要通过向前，你如果关注的话就把自己给挡住了，所以女生第三步的时候要开胯。我从哪个面这里给大家看，你们不能关着胯，
你们要开胯打开，看到了吗？我会第3步的时候有一个开胯的动作，然后那这个打开的这个角度，脚尖的角度，你不用完全指向5成线，这样可能会有点别扭，你可以稍微内扣一丁点儿，就像我们上节课讲的锁不转女生的左脚第1步的角度一样，可以稍微往斜墙壁这边关一点点，不能关太多，关太多就又挡住自己的位置了。所以这个角度就是你们可以，如果可以打开到5成线的，就指向5成线。确实软度不够的，就尽量往这边打开，但是也可以关一点点。但是至少你们要非常主动的去开胯打开的这个动作是必须得有的。然后，并且女生看着你们的第3步左脚打开是要经过右脚，然后打开脚，你们是不可以直接这样化开，因为前面是男生，你们这样化开就会踢到男生，就影响到男生，所以一定是要经过再打开，好吗？所以女生的第3步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然后，并且第3步的时候开始改变倾斜，开始改变头位，也就是女生的分式左转是可以改变头位到右边的。所以第2步到这儿完了之后，打开脚，然后收回脚，然后打开的同时，女生并不是用左边的身体这么样翘起来，而是继续很强的压肩，继续把你们的右边的肩，右脚推动向前移动的同时，右肩向下压，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是开始改变倾斜和头位，然后再到全重心，到左脚全重心的时候去完成倾斜和头位。这2个点我是分开了，为什么？因为如果女生你们是在出脚的时候就已经完成倾斜和头位，你们重心会滞留在后面，无法前进。所以我说的是出脚的时候是开始压肩，开始改变头位，但是我们的注意力还得继续向前去移动。但是到左脚的时候，我们完成倾斜和头位回到右边的改变，好吧？这个第3步倾斜和头位的这个时间点大家要掌握住了。大家也可以同样是通过慢动作去解决，我是每一步的细节都给大家讲，大家现在听了之后你们回去得用慢动作去练习哈。 OK， 然后到第4步，男生通过收腹让女生的右脚前进了。男生我刚刚是不是说了是那个非常强的反身动作后退，那女生是不是也就是非常强的反身动作前进？所以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很多女生的右脚最后这一步右脚是往男生身上走的。我之前线下上课的时候就经常会被女生踢到，因为女生的右脚经常踢到我，所以女生麻烦你们最后这一步右脚前进的时候，你们右脚必须经过自己的左脚，2个膝盖是可以摩擦到的，经过自己的左脚。2，右脚是往左脚正前方去移动的，不要去走男生的位置，因为你们也一样是在反身动作位置上。然后3，我就在这个角度给大家看，我们刚刚要求第3步的时候，右脚脚尖就要转向过来，那第4步同样你们脚尖的方向也要对向5成线，或者稍微偏斜墙壁一点，但是大方向感觉还是向前移动的，因为下一步你们就是往5成线去做翻滚转的移动，所以前面这一步的脚尖的方向就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要讲这儿？我也经常会看到很多女生的分式左转的第3步看着我的脚错误的，很多女生最后这一步是这样的，脚尖是打开的，你们最后这一步是打开的，然后到下一步接分式左转的时候，看到了吗？你们脚尖前面一步是打开的，你们到下一步分式左转的时候，这个膝盖
是往旁是弯曲去弯曲，这样的话你们是不是就没办法正常去继续滚动？所以你们想要继续滚动，你们的脚尖必须是指向前，你们才可以膝盖继续滚动向前。所以女生我是经常看到这个问题，所以你们前面分式左转最后这一步脚尖的方向就必须指向你下一步移动的方向，并且两只脚在一条线上面。然后你们的身体看着同样非常强的反身动作，跟男生要求一样，女生是不是反身动作也是左边身体在前，右边身体在后？同样你们想把你们左边肩关得更好，左边的背关得更好，是靠右边肩压下来的，不是靠左边身体自己关回来，是靠右边肩压下来。 OK， 然后继续放重心的时候，看进入下一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前面这个结尾，进入下一步开头的时候，不要只是落个跟，身体倒后面，也不要冲你们的头，你们的胸椎提起来，头保持后面，但是我的中段要垂直站进去，不可以倒在后面，也不可以趴在前面。 OK， 这就是女生在分式左转的时候该注意的。那我们的升降再讲一下，升降男生女生升降一样的哈，分式左转的升降再讲一下。我先做一遍男生的，侧心并合步结束到这儿。第一步低位前进不升，第二步低位前进，第二步的结尾开始升，预备开始升，然后从这个面。第三步继续升，第四步保持高度，结尾下降。为什么没有第四步继续升的动作？因为分式左转它没有并脚的动作，在摩登舞里面继续升一直继续升的动作只有在并脚的时候才会有继续升，如果它只是经过就打开，那就是保持高度，结尾下降了。 OK， 那女生也是一样的，分式左转第一步低位后退不升，第二步低位后退，然后第二步的结尾开始升，然后第三步继续升。所以分式左转的时候是在第三步的时候是在最高位，然后第四步保持第三步的高度，结尾下降。 OK， 这个是我们分式左转的升降的方式。然后我们的节奏哈 PP 位出来 4 5 6， 我们的节奏是1 2 and 3，然后分式左转男生继续1 and 2 3 OK， 然后女生节奏从侧心并合步开始，节奏1 2 and 3，然后分式左转的节奏1 and 2 3。所以我们